天呢，咱们就扒一扒赖清德是怎么在全世界面前上演了一出我想出门显摆，结果被人把门焊死的大笑话。大家都知道赖清德自打上台以来啊，那个日子过得叫一个憋屈哦，前有瑙鲁，后有洪都拉斯，一个个邦交国排着队跟他断交。那现在台湾省手里还捏着几个所谓的邦交国呀？满打满算也就剩下12个。而且大家翻开世界地图，拿个放大镜找找，这12个都是些啥地方啊？大多是些人口几万、面积还没有咱一个县城大的太平洋小岛国，或者加勒比海的小破国。但是在遥远的非洲大陆上还有一根独苗——斯威士兰。在全非洲54个国家里，只有这一个还在跟台湾省保持着所谓的邦交。那最近呢，斯威士兰的国王要搞登基40周年的大庆典。赖清德一看，哎呦喂，机会来了呀！这可是他上台以后，向岛内那些绿营基本盘邀功请赏，展示自己国际空间的绝佳舞台啊！那为了这趟参访，赖清德和他那个草台班子足足准备了大半个月，光是带过去的见面礼清单估计都拉了好几页 A4 纸。咱们想想都知道，这全是岛内老百姓的血汗钱啊！这就叫金元外交。他准备去非洲当一回散财童子，强行给自己撑场面。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直接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大耳刮子。咱们常说出门看黄历，赖清德这次出门估计是没看黄历，直接撞上了铁板。原定是4月22号起飞的专机，航线规划了那叫一个完美按照台湾市部门那帮人的推演，专机得飞越印度洋，经过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这3个非洲国家领空，最后降落在斯威士兰。而且台湾方面宣称，这3个国家的飞越许可，他们原本都已经拿到手了，赖清德就等着升空庆祝了。结果就在起飞前夕，这3个国家突然像商量好了一样，整齐划一的发出了通知：不好意思，此路不通，许可取消，你哪凉快哪待着去。毫无预警直接取消了。这下赖清德直接炸了锅了。那这个时候肯定有人疑惑，这3家不让走，换条航线呗？天真了你以为是开拖拉机呢？这条路堵了，走那条要是绕开这3个国家，赖清德的专机就得往北飞，去穿越中东地区。现在中东是个啥局势你借给赖清德10个胆子，他敢坐着专机从中东上空大摇大摆的飞过去吗？所以台湾方面给出的理由是在安全等考量下宣布暂缓出访。什么安全考量说白了就是没路可走了，连台湾岛的领空都没飞出去，门被人从外面拿铁链子给锁死了。那咱们再来聊聊毒死赖清德这30大门的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他们这么硬气赖清德在网上哭诉什么中国大陆的胁迫行为，打压台湾的外事空间，这纯属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人家这3个国家那是咱们中国堂堂正正的建交国，他们坚定奉行的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国际社会的公认准则，这是外交底线，谁也动摇不了。人家取消你的许可需要受别人胁迫吗？人家心里面跟明镜似的。你看塞舌尔2024年刚跟咱们中国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这关系多铁再看毛里求斯每年从咱们中国拿的基建项目合作投资那是实打实的能带动他们全国经济增长的呀。还有那个马达加斯加人家早就把中国当成了最重要的发展伙伴各种农业、医疗、基建的合作项目都在当地遍地开花。中国去非洲那是帮着人家修桥铺路，带着大家一起发财过好日子的。你台湾省能给啥？除了做贼心虚的塞点援助金，搞点见不得光的政治现金，收买几个政客，你还能干啥你那仨瓜两枣的破钱，跟大陆宏大的投资和技术援助比起来，连个零头都不算。这3个国家的政府门清人家会为了你去得罪中国这个全球第2大经济体，去砸了自己国家未来发展的饭碗。这种赔本买卖傻子才做。赖清德呢还搁那委屈呢，你当全世界都跟你一样是用爱发电的单细胞生物吗？行程黄了，面子丢了，而且是丢的姥姥家了。赖清德这口气咽得下去吗？咽不下去
4月21号的晚上，赖桑彻底恼羞成怒，午夜破防了。他在社交媒体上说：遗憾向台大民众报告，近日无预警临时取消。大陆的打压行为，除破坏区域安全现状，也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想出去显摆，结果刚走到门口，被街坊邻居把门堵了，他们不让我走，都怪大陆，我气疯了。好家伙，这篇帖文非但没有赚到什么同情分，反而把他的无能和虚伪爆了个底儿掉。他通篇都在喊我被欺负了，却绝口不提自己搞分裂的犯罪事实。你现在被国际社会孤立，被人家关在门外，这叫罪有应得，这叫求锤得锤。你居然还要脸代表台湾人民，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台湾人民有权利走向世界但这绝对不是你赖清德夹带台独私货在国际上招摇撞骗的遮羞布。你这一套颠倒黑白的把戏也就只能骗骗岛内那帮被你洗了脑的绿营死忠粉，在国际上连个响屁都算不上。赖清德在外面挨了个嘴巴子那咱们再来看看台湾岛内这帮政客的反应。哎呦喂，那真叫一个跳梁小丑。民众党这帮人跳出来说，对中国大陆表达严重抗议和谴责，打压威胁无助于两岸关系，只会加剧台海紧张。最后呢还加了一句，全力支持民进党当局持续稳健推动外交。听听都说民众党是白色力量，这哪是白呀？这分明就是披着白皮的绿西瓜，切开一看，里面是绿的发紫民众党这套说辞跟民进党有什么区别他们不去指责赖清德搞分裂把台湾推向深渊，反而怪大陆打压。再看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跑出来说，深感遗憾，呼吁大陆克制减少打压，给予台岛外事空间。还把马英九当年外交休兵的陈芝麻烂谷子拿出来说事说那个时候有22个邦交国哎呦喂，国民党现在这副唯唯诺诺手鼠两端的受气包模样，真的是让人看不起他们这方表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怕被民进党抹红，怕被绿营的网军攻击所以呢赶紧跳出来跟着喊两句大陆打压，借此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但是你们是不是秀逗了你们深表遗憾个什么劲儿你们难道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吗？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哪来的外事空间？你们天天念叨的国际空间根本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承认9·2共识，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离开了这根定海神针，台湾在国际上就是个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国民党试图把赖清德形成泡汤的原因轻描淡写的归结为大陆打压，却不敢直击民进党分裂的本质。这种和稀泥的做法不仅怯懦，而且愚蠢。蓝营现在能做的不是跟着赖清德一起哭丧，而是应该直接把桌子给掀了，指着赖清德鼻子骂，连大门都出不去还谈什么国际空间？赖清德现在是真的急了因为他手里的底盘快掉光了咱们刚才说了，台湾现在呢就只剩下12个所谓的友邦了，而且你以为这12个都是铁板一块吗？大错特错，这帮小兄弟们一个个鬼精的，私下里早就开始跟咱们大陆眉来眼去了你看看伯利兹，看看圣文森特，岛内媒体早就传出来消息说人家内部正在疯狂讨论转向的问题再看看马绍尔群岛，人家议会更绝在今年的预算案里悄悄摸摸的就把对台援助的条目给删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已经准备随时拔腿跑路了。这些小国家不傻呀。再看人家洪都拉斯、瑙鲁跟中国大陆建交之后那个基建、那贸易、那援助实实在在的好处拿到手软，谁还愿意陪着你台湾这个没有未来的空壳子玩过家家？赖清德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台独这条路走到头就是死路一条，根本就走不通。他现在搞这些所谓的出访，不过是在垂死挣扎。他想干嘛呀？就是想在岛内制造一种我还在努力，我还有朋友的假象，给那些分裂分子打打气，同时给自己捞点可怜的政治资本，为以后的选举铺路。可是这次三国俱飞事件那等于是把赖清德最后一块遮羞布给无情的扯了下来，露出了里面干瘪丑陋的内核。他甚至还嘴硬在网上扬言要追究责任，让这3个国家付出代价。
哎呦喂，我真的是要笑掉大牙了啊！大哥，你拿什么制裁人家？你用台湾省的凤梨砸人家吗？你连个主权国家都不是，在国际法上你连个合法身份证都没有。哎，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底气去制裁3个主权国家？这不叫制裁啊，这叫无能狂怒。赖清德这次的出访泡汤节啊，不仅不是什么台湾的悲情时刻，反而是国际社会坚持正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高光时刻。